那说到财务自由呢，很多人会觉得遥不可及。但是建平，我知道哈，你接触过一些人，有些人的收入呢，他并不是特别高，确实能够做到财务自由。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是的，我观察到一些很有意思的规律。这些提前实现财务自由的人，往往掌握了一些正确稳定的方法。今天要分享的这5个方法都是我亲身实践过的，也是从很多案例中总结出来的。听起来好像很实用哈。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先提醒一下大家一点哈。对，要提醒一下很重要的一点，达成财务自由首要条件就是要有足够的资产，这是需要用时间去累积的，这也意味需要一定的牺牲。希望大家能带着这个认知来看接下来的方法。好的，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方法吧。第一个方法是别放过任何一块钱的流向。你知道大海是怎么形成的吗？应该都是从小雨滴开始汇成一条大河，大河再流入大海里吧，最后百川汇海，是吧？没错，财富累积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常说的现金流，那个流字就很关键，你需要清楚的知道每一块钱是如何流进来，然后又是如何流出去的。具体要怎么做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记账。记账的工具有很多，可以用纸笔，也可以用 Excel 表格。现在我用的是手机 APP。重点不是用什么工具，而是要追踪你的金钱的流向。可是很多人记账之后就会觉得，天哪，又花了这么多钱，然后就会担心，然后会不会生活过得很压抑，因为看到账这么多，然后就会不敢花钱。这是个好问题记账的目的不是限制你花钱，而是要帮助你开始管理你的收入。刚开始的时候你完全不需要改变你的消费习惯，重点是建立追踪的意识。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后面的方法就更容易实行了。那说起这个记账，很多人可能天天工作，他根本没有时间去记账。那有没有比较省事一点的办法可以帮助到大家？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方法，要建立自动化的存钱系统，目的就是让你的心思可以专注在累积资产。这个怎么操作呀？主要分为2大块，一个是自动化的存钱，然后就是自动化的交钱。先说存钱吧，最重要就是当你领到你工资的那个时间，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钱存起来。现在我们工资都是发到银行卡，通过网上转账的方式你可以设定一收到你的工资就自动转账到专门的存钱账户，这样子钱就会不知不觉中就会存下来你根本不知道你做了这个动作，它就会存下来了，它就不会不知不觉的花掉了第二部分就是自动化交钱，我们的生活账单、信用卡账单都可以设定为自动转账、自动交钱，这样你就不用担心忘记交费了，也省下时间来专心理财。记住财富是一笔一笔存出来的，让钱不知不觉中存起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窍门。对了，我最近看到一本蛮有趣的书它叫做《原来有钱人这么做》，那里面好像也有提到类似的观点，是吧？是的，你说的应该就是托马斯写的那本书吧？他真的很厉害，把整个美国有钱人的社区都做了调查，然后用数据来说话。那来给大家讲一讲书里有什么重要的发现吧。这本书主要有2个结论。第一个就是尽可能量入为出，把多余的钱投资理财。第二个就是要把投资理财自动化。但更有意思他发现超过半数的富人他都有做预算的这个习惯。预算感觉好像有点太难了耶，会不会有很多的限制？其实做预算它不只是控制花费，更重要是帮助你看清你的财务状况，而且帮助你规划你的未来。可能是你半年后准备要旅行，或者是几年后出国留学、创业、结婚，这些都可以做预算。那我觉得我们的观众应该很多人都没有做过预算吧？那对于小白来说要怎么开始呢？那我就来分享一下简单的方法，叫做多账户管理法。把每个月的收入分成5个部分，50%的生活费，10%的投资理财，10%的学习成长，20%的长期支出，然后再加上10%的娱乐消遣。
每一笔钱啊都有特定的用途，这就是最基础的预算。记住啊，预算就是在预约你的更好的未来。说到理财哈，我觉得现在这个环境好像很多人都觉得放在银行存款利率很低，那拿去投资不是比还债会更有利、更划算一些吗？那这样子的想法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我们在开始理财之前，一定要先把你的账单，也就是把你的债务先处理好。特别啊，要处理那些消费型的债务，比如说信用卡账单、汽车贷款、信用贷款等等。为什么这些贷款要特别的注意呢？这些贷款啊，通常还款期都在10年以下，而且常常就是你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累积下的这些债务。因为当时收入还不高，这些债务啊就会吸走你大部分的收入。所以啊，如果可以尽快的还清你的账单，最好是远离这些债务。但是提前还款会不会损失掉一些投资机会呢？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因为你把钱还了，你就没有钱投资。有些人认为啊，把贷款的钱拿去做投资更好，这是建立在投资一定能够赚钱这个假设上面。但实际上，任何一种投资它都没有稳赚不赔的，唯一能够赚钱的就是提前还款，把利息留在自己的口袋里。而且你要明白一件事，当你欠银行的钱，也就是说你的部分的劳动力其实是属于银行，你在替银行打工，提前还款就是把这部分劳动力买回来，这是一种反向的投资。那最后一个方法是什么呢？说到最后一个方法，也就第五个方法，就是改变你的收入结构，开启多重收入。现在啊，产业更换太快了，企业可能随时都会消失。如果你只是靠固定的工资收入，那是不够安全的。确实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大环境不好，有听到很多公司都在裁员，确实会让人很担心啊。是的，特别啊，如果你现在只有一个依赖型的收入，就是要特别注意了。所谓依赖型收入，就是你的收入来源主动性不高，依赖于公司的生存能力，而不是你的工作能力。那大家可能就会很关心哈，要怎么去建立一个多重收入呢？有2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方法。第一个要建立稳定的投资收入，比如说购买会分红的高利息的股票或者债券。第二个就是发展你的副业，关键是要改变对收入的思维方式，不要找一份工作做到退休。很多人都被这种观念限制，这是不对的。听起来多一份收入可能就会多一份保障哈。是这样的，而且不仅仅是多一份保障，更是多一份选择的自由。对我来说啊，学习理财从来都不是关于钱的事情，而是关于人生自由的。今天分享的这5个办法，都是在扎扎实实的累积你的财富，建立稳定的资产。有了资产，然后你才能创造现金流，形成正向的循环。虽然啊一开始需要一些牺牲，但是为了更好的未来啊，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分享，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另外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实用的理财建议啦。我是建平，我是艾拉，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拜拜。